好，这个影片要来讲这一个使用 model。那其实 model 我们前几章节都已经有在使用了，但是如果你是用这个 database first 哦，你可能比较无感，除非你是用 code first，你才会知道说哦，我刚刚正在建的是一些 model。那 model 在哪里呢？当然就在 model 的资料夹底下。那就是database first 这一些是工具产生的，那只有这个 Covost 这些才是都是你自己敲出来的。好，如果还记得之前的 MVC 流程架构图的话，就是这一张可以看到 model 在这里面的定位是什么总而言之 model 在这边它会负责跟资料库做沟通，那资料库就把资料塞进 model， 那 model 再把这个资料Control 这边可以取得 model 的资料，那取得之后再把它丢到 View 上面给显示出来给大家看。好，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就要来实现这整个流程这样的流程，资料库到 model 到 controller 到这个 view 再给我们使用者看到的这样的一个 model 流动传递的过程来示范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个算是一个 MVC 的一个前菜，我们之后都会详细介绍。那这个章节就是很简单的先稍微介绍一下一些基本的东西。那我们在 Control 的这边怎么利用 model 去取得这个资料库的资料呢我们可以在这边写一段这个程式码。好，那这个程式码就是总之我们用 EF code 的这一个资料库物件，然后去取得这个资料表下面的一笔，然后接着就丢回我们这个变数，那这里就会有我们这个资料表里面的第一笔那第一笔在哪里呢比如说这边第一笔应该是 English， 所以它这边就会取到第一笔。那这边是在 Controller 里面，那我们怎么把这个 model 资料传给我这边就在这里这个位置，我怎么把这个 model 资料丢来这里，然后显示出来给使用者看呢？很简单，我们一个步骤就是把我们取得的资料直接丢到这个 return view 括号里面丢进去。丢进去之后，这样就已经是一个传递的这个准备动作了。我们把它丢到 view 里面。那好，在 view 就是这一个 index 的这个 CSHTML 这边要怎么拿到刚刚 Controller 丢来的这个物件呢？很简单，首先我们要先做一个宣告，宣告什么呢？这边会有一个 model， 然后 model 的丢过来是什么样的型别，我要告诉他，所以我们这边就说。我这边这一页会接收到一个 TOPNENU 的一个 model 资料型别的物件。好，那我们这边就很简单的把收到的这个 model 的这个资料给秀出来。那我们要怎么秀呢？这边有个语法，就是大写的 N model， 然后点什么呢？这边有几个栏位，我有名称。好，这边直接复制一下，复制我这个写的稍微漂亮一点的。好，这是从 Controller 过来的 model 资料 name 这边有 name 把它印出来，然后 icon model 点 icon， 那这些语法就是 Razor 的语法，我们之后会再教。我这边就是这样，应该也是看得懂。总之我就是会得到一个 model， 然后我把 model 里面的 name icon URL 给印出来。好，那这样子的话，等一下画面上应该会有 English。icon 3跟 A3 的字样，好，我们就来按下启动不侦错，来看一下结果。好，那这个是我们的首页，那我们刚刚的资料是在 demo 页，好，有没有看到 demo 页这边就显示出来了，我们的 model 资料 English 就是我们的 name， 然后 icon 是 icon 3 A3， 完完全全的就跟我们资料库的资料是一样的，代表说我这笔资料真的就是从这边从资料库透过 EF code 的这一个物件取得了这一个 TOPNENU 第一笔的资料，然后丢到 View 这边 View 再怎么接呢？先宣告说我有一个 model 物件，然后是这个型别，那接着下面就可以点出它的 name、它的 icon、它的 URL。那这边的话，这一个型别跟这个你丢过来的这个物件其实我这边用 VAR阅读不太好，那其实应该是这样子。我这边
丢过来的是什么物件类型，你这边一定要用这个物件类型去接收。那如果你用其他物件类型接收的话，基本上就会报错哦。我这边就随便来示范一下，如果我丢的跟我接收的是不一样的话，这边先把它去掉，不然没办法编译过。好，我接收的跟我丢的这个物件类型是不一样的话，它在运行的时候就会报错。那在编译的阶段的时候，这边是不会报错，因为它根本不知道你到底最后丢过来是什么，因为丢过来的动作是在这里，那这里的话他不知道，我不知道谁会丢什么东西过来啊，所以这边的话要到运行阶段才会发生错误。所以说你如果型别两个地方是丢跟接是不一样的话，在运行阶段的时候就会报错。好，那今天这个整个流程，其实在我们的 ASP.NET Core MVC 这边要完成这样的一个流程，其实可以看到非常的简单，非常的优雅，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了。好，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怎么样从资料库把资料取出来到 model， 再到这个 controller 丢给 view 之后，再丢给使用者看到的这一系列的动作是怎么样去在我们这边完成的就大概是这样子。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简单的介绍到这边，谢谢收看。